我老公的内裤破了，被扔进垃圾桶，婆婆竟然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用她自己的破旧内裤剪下一块布料来修补。这一幕让我瞬间感到天灵盖都要炸裂了。妈，您这是打算补好了给谁穿呢？我并不是说您修补内裤有什么不对，只是这个材料。我一边努力捡起我那已经碎裂的三观，一边强装镇定地扬起温柔的笑容，试图再挣扎一下。毕竟，如果这是老太太的个人爱好，她自己穿的话，我虽然不理解，但尊重还是能做到的。转眼间，我又瞥了一眼那破烂的内裤，心中不禁泛起一丝酸楚。想必她过去的生活确实很不容易。妈，要不咱们还是别补了，我今天正好有空，我带您去买新的吧。从头到脚，我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现在咱们的日子好过了，以后我在您身边，一定不让您再受任何委屈了。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想起老公曾经说过，他们家小时候特别艰苦。想到这里，我对婆婆不免有些心疼。然而，我话音刚落，婆婆就丢给我一个重磅炸弹，当然是补给我儿子穿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浪费，想当年多少人家不是就那么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而且哪的布不是布，穿到身上的东西还分什么材料。我家一直都是家教很好的，不像某些人一点家教都没有，跟长辈还颐指气使的。到底是我儿心思单纯，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蛊惑。好好个孩子成什么样了？我儿子赚点钱容易吗？都让那种不知羞的祸害完才行。要是放到我们那些年，婆婆打儿媳妇的多的是，像这种媳妇早让婆婆打死了。我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笑不出来了。老登突然阴阳怪气地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嘴角一抽，我这温温柔柔的询问，倒是平 A 换大招了。老登，你要这么玩，那我可就兴奋了。妈说的真对，要不说您命好呢，婆婆打媳妇的时候您赶上了，现在儿媳打婆婆的时代来了，您看看，您又赶上了，真是啥好事都让您一个人占了。我带着几分调侃的语气说道，眼神中却透着一丝无奈。我默默看着老登气到抽搐的老脸，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既有同情，又夹杂着些许无奈。老登，嘴这么欠，没少挨打吧？我轻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关切，但更多的是对现状的无奈。你算什么东西？也来颐指气使的跟我说话，还有没有点家教？老登愤怒的回击，声音中充满了不满和委屈。谁家儿媳妇跟你这样的？老登继续抱怨，语气中充满了对现状的不满和对过去的怀念。到底是我命苦，年轻的时候要看婆婆脸色，现在老了，我还要看儿媳妇脸色。老登的声音中带着深深的无奈和痛苦，我真是不配活着，让我死了算了。老登的情绪彻底崩溃，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自暴自弃。老登说着就一屁股坐下，开始嗷嗷叫，那样子跟受了多大委屈一样。我站在一旁，心中五味杂陈。我嫌弃地瞥了一眼准备撒泼的婆婆，心中暗自叹息，这家庭关系真是让人头疼。年轻的时候媳妇做不好，到老了婆婆也做不好，那您确实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了。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我冷静地分析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我冷静地帮他分析了一下问题，就转身回屋午睡，心中却无法平静。这家庭矛盾何时才能解决？他倒是疯了一样，开始在外面嗷嗷叫。我默默戴上降噪耳机，世界终于暂且清静了，但心中的烦恼却无法消除。
我这个人就是你敬我1尺，我还你1丈。对于这个刚搬过来暂住的婆婆，我本来是想着，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毕竟是老公的妈妈，我一定要好好相处。然而事与愿违，我想做好媳妇，她偏要当恶婆婆，这委屈我是一点受不了了，必须得找人解决一下了。所谓母债子偿，毕竟我手无缚鸡之力，硬刚这种事自然不是我该干的。当天晚上，我就立即执行。老公耿晨旭一回来，我就开始殷切的给他洗水果，亲手拿到他嘴边，心中暗自期待，希望他能理解我的苦衷，帮助解决这家庭矛盾。他故意捏着嗓子，用甜腻的声音说道：“亲爱的老公，快来尝尝我为你准备的水果吧。”耿晨旭先是露出惊喜的表情，随后转为惊讶，最后变成复杂的疑虑。老婆，你是不是想买什么东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别这样，我有点害怕。我忍不住撇了撇嘴，翻了个白眼，腾出一只手，抡圆了胳膊，朝着他的脑袋狠狠地拍了一巴掌。随着啪的一声脆响，耿晨旭原本充满疑虑的眼神瞬间变得炯炯有神，仿佛被这一巴掌打醒了。看来撒娇这种技能确实需要一定的天赋和技巧，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掌握的。紧接着，我听到了一阵类似老鼠磨牙的咯吱咯吱声，声音刺耳。我余光一扫，发现这声音似乎是从沙发边的婆婆那里传来的。啧，这老太太年纪不小，牙口倒是出奇的好，磨牙声都能这么响亮。谢谢老婆。她赶紧接过苹果，开始大口吃起来。我则正气凛然地点了点头，满意的拍了拍耿晨旭的脸。随即，我端出一个盆子，满身正气的指了指冰箱，示意他还有更多水果可以选择。老公，你还想吃什么水果？尽管说，我这就去给你洗。我热情的问道。耿晨旭脸上的惊喜难以掩饰，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目光落在了我手中的盆子上。老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盆子是不是你平时用来洗屁屁的？耿晨旭一脸认真的盯着那个盆子，我眼睛瞥了一眼婆婆，果然看到她站了起来，显然是被这一幕激怒了。为了给婆婆上一课，我已经做好了让耿晨旭抱走的准备，接下来就看他们如何反应了。耿晨旭果然放下了手中的苹果，站起身朝我走来，而婆婆也已经指着我鼻子，怒气冲冲的走了过来。谁家的媳妇像你这样，居然用脏盆子给自家男人洗水果吃？你这种东西要是放在我们那个年代，早就被打死扔后院埋了。我们耿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会娶了你这种货色。婆婆暴怒的吼道。就在婆婆暴走之际，耿晨旭也走上前来，接过了盆子。我估摸着他们俩要一起发作了。只见耿晨旭迅速接过盆子，然后突然上前，紧紧抓住了我的手，显然他也有话要说。我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情景，心想难道真要动手不成？我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随时准备呼叫援手来对付这个老家伙和那个中年男人。然而就在这紧张时刻，中年男人突然开口，语气瞬间转变成了温柔的老公模样。老婆，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赶紧换个干净的盆子重新洗屁屁，这苹果多脏啊！他语气中带着关切和责备。你怎么能用你专用的盆子洗别的东西？万一因此生病了怎么办？他继续补充道，语气中满是担忧。老公的话音刚落，我的嘴角就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心中满是疑惑和无奈。等等，这对话的节奏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我后面想说的话还没说出口呢。就在我嘴角抽搐、思绪混乱之际，
老家伙突然上前，一把揪住耿晨旭往自己身后拉。可惜的是，他拉了2下都没拉动耿晨旭，反而牙齿咬得更加响亮了，显然是在极力压制怒火。耿晨旭，你就这么纵容这个女人？她都快骑到你头上去了，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老家伙愤怒地咆哮着。你是不是非要气死你亲妈才甘心？如果你是我儿子，今天就给我狠狠地教训这个女人。他继续怒吼，情绪激动。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还让他这么嚣张，我就不活了，我宁愿去死。老家伙一边咆哮，一边激动地蹦跳着。我默默地观察着老家伙的弹跳力，不得不承认，虽然年纪大了，但跳起来时浑身的肉还是嘟囔嘟囔的颤动，显得活力十足。不等老公开口回应，我就迅速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试图缓解这紧张的气氛。要不要打个120？我看咱妈是不是需要点医疗援助？我眨眨眼，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和淡定。然而，不等老公回应，老家伙就再次跳了起来，情绪更加激动。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没家教的东西！你信不信离了你，我儿子照样能娶个黄花大闺女？他一边跳脚一边尖叫，精神头十足。我原本还打算以平和的方式解决这场纷争，却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无理的辱骂我全家，这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应对策略。我立刻热情洋溢地向他父母以及他本人的各个器官组织致以诚挚的问候，还特意关心了他配偶与他祖辈之间那层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番话让老登捂着胸口，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我紧接着又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目瞪口呆的耿晨旭。没错，就算离开我，你儿子照样能娶到黄花大闺女，而且你儿子还能让那些姑娘永远保持黄花大闺女的身份。我刚说完这句话，耿晨旭立刻一脸茫然地抬起头来，然后他迅速冲到我和他妈中间，试图阻止我们继续争吵。妈，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请你先别说了。他先伸手给他妈手动闭麦，随即突然蹲下，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肩膀。老婆，你们俩吵架是你们的事，可别误伤到我啊！我可没站队啊！误伤？这哪能叫误伤？这不就是顺手捎带的事吗？我对着老登眨了眨眼，二话不说就骑上了耿晨旭的脖子。不是说让我骑上耿晨旭脖子就死去吗？我扫了眼老登，感觉他好像又不太想死了。随即，耿晨旭带我进卧室的时候，我悠悠转身看了眼老登，不错，蹦得更欢了，身体素质强劲，双目炯炯有神，也不捂心口，堪比医学奇迹，看来已经和平解决了。当天晚上，婆婆就开始坐在客厅练习抽气神功，而耿晨旭听了我说补内裤的事情，很是无语，看得出来他也不太喜欢这种没有边界感的事，随即就表示他虽然碍于母子亲情不能把他妈绳之以法，但是不介意我自己以牙还牙，只把握好度不动手，凡事都好说。但是安抚完我之后，还是小心翼翼地问我能不能去看看他妈。其实我也知道他是他妈一个人带大的，所以一直以来他妈对他的感情确实是很特殊的。与其说这是母爱，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他似乎把儿子当成了自己的私有物品。自从耿晨旭结婚后，他看我就处处不顺眼，总觉得是我从他身边夺走了他心爱的儿子。幸好耿晨旭一直都很维护我，总是站在我这边支持我。不过他也经常要两头周旋，在中间当和事佬，所以一直以来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但长期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我倒是不怕自己受委屈，就怕自己一时冲动，控制不住情绪，万一真动起手来上了新闻头条，那可就太丢人了。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对耿晨旭说：“我跟你妈实在合不来，你看这样吧，要么你妈搬出去，要么你带着你妈一起走。这套房子是我们婚前买的，写的是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肯定不会搬走，要走也是别人走。”耿晨旭知道我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但他妈却总是喜欢找茬，他也明白是他妈理亏，只能点头答应。婆婆的房子刚装修完，还没散完味，本来只是暂时住在这里，但现在情况特殊，只能尽快给她另租个房子。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他妈的能耐。就这么短短几天时间，她居然还能搞出个大新闻来给我看。本来老公舅舅的生日我根本不想去凑热闹，但因为离得太近了，我才勉强同意参加。我早就知道他妈的为人，所以打定主意不会久留。去之前我就跟老公约法三章，吃完饭就立刻走人，不想跟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东拉西扯，就怕到时候又跟他妈发生冲突，闹得不愉快。可没想到的是，即使我已经提前做好了防备，还是没能防住那个不肯善罢甘休的婆婆。生日当天，我特意晚去了一会儿，就是不想去早了被叫去帮忙做饭。等我们到的时候，舅舅家的儿媳妇已经忙前忙后的做好了一桌子菜，家里也挤满了亲戚。我本来打算放下礼物，随便吃2口就赶紧走人，可没想到，虽然躲过了七大姑八大姨的盘问，却没能躲过婆婆的突然发难。小丽，人太多了，坐不下了，你让你嫂子带你去厨房吃吧，反正在哪吃都是一样的，别太在意这些细节。婆婆这番话刚说完，我就瞥见舅舅家的儿媳妇一脸窘迫的端着最后一盘菜，手足无措的放在桌上。紧接着，她端起桌上为自己准备的饭碗，默默地朝厨房走去。原本坐在沙发上准备起身去餐桌旁的我，斜眼瞟了瞟那位显得有些窝囊的嫂子，心里并没有多管闲事的念头。毕竟人家自己长了嘴，如果真不想去厨房，肯定会主动说出来，我也没必要多此一举。于是我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婆婆，看着她朝餐桌方向走去。老婆，这儿还有位置，你坐这儿吧。我老公察觉到气氛不对，赶紧从旁边拉来一张不大的凳子，塞到了自己身边。果然，婆婆一看到这情形就急了：“儿子，你这是干啥呢？桌子就这么大，反正都是自家人，坐哪儿不都一样吗？”婆婆皮笑肉不笑的说道，旁边的舅妈也赶紧附和着，一边还不忘教训自己的儿媳妇：“小慧，你还不赶紧带着你弟妹去厨房吃去，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舅妈话音刚落，那位窝囊嫂子就朝我走来，我斜眼瞪了她一眼，示意她别过来。随即我3两步走到跟前，非常温柔的把手搭在了耿晨旭的肩膀上。在耿晨旭那副狗腿的眼神中，我一脚踹向了他的椅子。你耳朵聋了吗？你妈都说了坐不下，还不赶紧滚去厨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吗？说着，我一把揪住耿晨旭的衣服，将他拽了起来，然后我一屁股优雅的坐了下去，非常大家闺秀的冲那些此时正盯着我的人优雅一笑：“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老公从小没被教好，没眼力劲儿，我回去好好收拾收拾他哈。来来来，大家赶紧吃，吃好喝好哈，都不用跟我客气哈。”我热情的招呼着大家，试图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果然，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我的身上缓缓移开，
先是扫过耿晨旭，最后齐刷刷地落在了我婆婆的身上。婆婆立刻气得咬牙切齿，我以为她终于要撕下伪装，直接拍案而起了，没想到她竟然如此能忍，硬是压下了心中的怒火。她不仅没有发作，反而站起身来，拉过旁边的凳子，将自己坐的椅子推到了儿子面前。儿子，你每天早出晚归的，辛苦得很，平时在家里受你媳妇的委屈也就算了，今天可是你舅舅的生日，来，你坐这把椅子，妈过去挤一挤就行。婆婆又开始装模作样了。耿晨旭不是瞎子，自然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但他却坦然接受了，接过他妈递来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下来。老婆，你看，咱俩又能坐一起了，来来来，快吃饭。他乖巧地冲我眨眨眼，狗腿地说道，仿佛完全没注意到他妈那要吃人的眼神。晨旭媳妇，哪有你这么当小辈的，自己倒是舒服了，让老人受委屈。最爱挑事的舅妈果然开始阴阳怪气起来。好了，秀英，你别说他了，一会他要真生气了，晨旭回去，算了，只要他们两个好好的，我就是受点委屈也没什么的。婆婆迅速接话，继续扮演她的苦情角色。我看了眼面前的饭菜，真是一点食欲都没了，果然还是逃不过这些碎嘴子的围攻。说到底，还是耿晨旭的错，都说了不想来，结果带我来了，还罩不住我。我慢条斯理地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油亮的红烧肉，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突然将肉精准地丢进婆婆碗里。妈，您不是总说现在的年轻人浪费吗？这肉掉桌上多可惜，您节俭了一辈子，这块肉您吃。婆婆看着碗里沾着桌布碎屑的红烧肉，脸涨得紫红，像被点了火的炮仗。你这是故意羞辱我！她啪的拍桌，震得碗碟都跟着哆嗦，汤汁溅到了旁边舅妈的新衣服上。我无辜的摊开手，语调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委屈。天地良心，我这是跟您学的勤俭持家。对了妈，您补内裤的手艺那么好，不如现场给大家展示展示。说着，我从包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2块破旧布料，正是上次她用自己内裤布料修补老公内裤时剩下的边角料。饭厅里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泣声，舅妈手里的筷子当啷掉在地上，脸色比她身上的油渍还难看。婆婆的脸色由红转青，手指着我不停地颤抖。你怎么了妈？我凑近她，压低声音道，您不是说哪的布不是布吗？正好舅舅家这么多亲戚在，您教教大家怎么废物利用，以后谁家内裤破了都能找您。我特意把内裤2个字咬得很重，旁边几个表姐妹已经忍不住低头憋笑。耿晨旭憋笑憋得脸通红，赶紧低头扒饭，米饭粒都快喷出来。婆婆嗷的一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我不跟你个小贱人一般见识。她转身就往门外冲，却在路过茶几的时候，故意把我带来的礼物扫落在地。礼盒摔开，里面的保健品滚得到处都是。婆婆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假惺惺送这些贵东西，还不是花我儿子的钱。我蹲下身，慢条斯理的捡起保健品，突然发现其中一盒的包装有些异样，仔细一看，封口处的防伪标签居然被撕开过。我冷笑一声，举着盒子站起来，妈，您眼神不好使，这礼物还真不是用陈旭的钱买的。不过您这么关心礼物真假，是不是早就知道里面的东西被动过手脚？婆婆的瞳孔猛地收缩，慌乱的后退2步，撞到了身后的椅子。你别血口喷人，血口喷人！我晃了晃手里的盒子，
上周我买完东西就直接放后备箱了，昨天晚上发现包装被拆过，家里除了您，还有谁会干这种事？哦，对了，您不是总说我乱花钱吗？这盒保健品原价2800，您卖给药店能换多少钱？整个饭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直直地射在婆婆身上。舅舅皱着眉头开口：“大姐，这是怎么回事？”婆婆突然又开始撒泼，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命苦啊！儿媳妇欺负我，儿子也不帮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一边哭，一边从指缝里偷偷观察周围人的反应。我却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手机，调出银行转账记录。大家看好了，这是昨天药店老板给我转的2000块。他说有人拿着全新的保健品去卖，还说儿媳妇不孝顺，买了东西又舍不得给他吃。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众人，转账时间是昨天下午3点。那个时间，妈，您说您在小区门口跳广场舞，对吧？耿晨旭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妈，您怎么能做这种事？他额头上青筋暴起，显然是压抑着极大的怒火。婆婆慌了神，手脚并用的爬起来，想抢我的手机。你胡说，这都是你伪造的。我灵活的躲开，继续放大招。对了，还有件事没说。妈，您上个月说去医院看病，花了5000块医药费，让陈旭给您报销。可我打电话到医院查了，根本没有您的就诊记录。您说那5000块到底花哪去了？这下连一向护着婆婆的舅妈都变了脸色。婆婆像被抽了骨头一样瘫坐在地上，嘴里还在喃喃自语：“我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冷笑，从包里掏出一叠票据甩在桌上：“这是您上个月的消费记录。广场舞队定制的镶钻旗袍8800，给跳广场舞的老姐妹孙子的满月红包2000，还有您那些养生大师的课程，3个月就花了5万。您儿子在外面拼死拼活赚钱，您却在家当阔太太。”耿晨旭走到婆婆面前，声音里满是失望：“妈，我每个月给您3000块生活费，不够您花吗？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婆婆突然又抱起，指着我尖叫：“都怪这个女人！自从她进了门，你就跟我不亲了。她就是个狐狸精，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她冲向我，做事要抓我的脸。”我早有防备，往后退了一步。耿晨旭眼疾手快拦住他妈。我翻了个白眼，从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租房合同。既然您这么看不上我，那就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晃悠了。这是市中心的房子，2室1厅，房租我付1年，明天就搬过去，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婆婆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起来就要撕合同。我不走，这是我儿子的家，我凭什么走？凭这个。我又掏出房产证，在他眼前晃了晃。房子是我婚前买的，跟您儿子没关系。您要是再闹，我不介意报警说您私闯民宅。婆婆还想撒泼，却被舅舅一把拉住：“大姐，差不多得了，你再这么闹，以后在亲戚面前还怎么做人？”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舅舅家媳妇小慧突然开口，声音带着哭腔：“阿姨，其实我挺羡慕您儿媳的。”她看了眼自己婆婆，眼圈泛红。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饭，伺候一家老小，带孩子，做家务，却从来没人把我当回事。您儿媳至少敢为自己发声，不像我。小慧的话像一颗石子，在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其他亲戚也开始窃窃私语，看着婆婆的眼神里多了几分不满。几个表姐妹围过来安慰小慧，现场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婆婆见形势不妙，又开始装可怜，拉着耿晨旭的手哭道：“儿子，你忘了小时候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吗？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够了。”耿晨旭甩开他的手，眼眶通红：“小时候您确实辛苦，我记着，但这不是您现在胡搅蛮缠的理由。您要是真为我好，就别再闹了，好好去住新房子，别再折腾了。”第二天，在耿晨旭的坚持下，婆婆被送去了新房子。临走前，她还恶狠狠地瞪着我：“你等着，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我笑眯眯的回应：“妈，祝您在新家吃好喝好，没事别老想着折腾人，对身体不好。”心里却清楚，这事儿恐怕不会这么容易了结。果然，半个月后，我正在开会，前台小妹慌慌张张跑进来：“姐，不好了，外面有人闹事。”我走到窗边一看，差点气得背过去。婆婆居然带着一群广场舞大妈堵在公司门口，举着写满脏话的纸牌，说我虐待老人。同事们都围在窗边看热闹，议论纷纷。我气得浑身发抖，但很快冷静下来，掏出手机给耿晨旭打电话：“你妈在我公司闹事，你自己看着办。要是今天解决不好，咱们就离婚。”耿晨旭吓得连午饭都没吃，火急火燎地赶到公司，看到他妈那副撒泼的样子，他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这次他没有再当和事佬，而是直接报警。警察来了之后，婆婆还想装可怜，拉着警察的袖子哭诉：“警察同志，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儿媳妇虐待我，不让我见孙子。”没想到耿晨旭直接开口：“警察同志，他这是恶意骚扰，严重影响了我妻子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纸牌上的言论已经涉嫌诽谤。他拿出手机，把现场拍的照片和视频给警察看。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儿子：“晨旭，你居然报警抓你妈！”耿晨旭红着眼眶道：“我不想的，但您实在太过分了。我已经给您租了房子，每个月按时给生活费，您为什么就不能消停点？”最后，婆婆被警察带走教育了一番。从那之后，她终于老实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来找过我的麻烦。日子渐渐恢复平静，我和耿晨旭的感情也越来越好。他主动承担了更多家务，还经常给我制造小惊喜。有一天晚上，他神秘兮兮地把我带到客厅，只见地上用玫瑰花瓣摆成了心形，中间放着一个精致的礼盒。我打开一看，是一条漂亮的项链，吊坠是一颗闪耀的钻石。耿晨旭单膝跪地：“老婆，这一年让你受委屈了，谢谢你的坚持和勇敢，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扑进他怀里。这一刻，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1年后，我怀孕了。耿晨旭把我宠成了公主，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他还专门请了保姆照顾我，不让我做一点家务。有一天，我在小区散步，远远看到婆婆坐在长椅上，头发白了大半，身边也没有那群广场舞大妈陪着。她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了很多，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嚣张跋扈。她看到我，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低下了头。我顿了顿，还是走过去，把手里的水果放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妈，这是陈旭买的，可甜了。婆婆抬起头，眼里闪烁着泪花，嗫嚅着：“以前是我不对。”我笑了笑，都过去了。等孩子出生，您要是想看看，就来家里坐坐吧。但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再闹事，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婆婆连忙点头：“不会了，不会了，我就是想孙子。”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懊悔和期待。回家的路上，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摸着肚子，轻声说：“宝贝，以后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孩子出生后，婆婆真的变了。她经常过来帮忙照顾孩子，抢着做家务，再也不敢对我指手画脚。有时候看着她小心翼翼讨好的样子，我甚至会觉得有些心疼。有一次，我半夜起来给孩子喂奶，看到婆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盹，手里还拿着孩子的小衣服。我给她披上毯子，她惊醒后有些慌乱。我就是想多做点，你和陈旭太辛苦了。我心里一软，妈，您要是累了就去休息，别硬撑着。婆婆眼眶红了，以前是我不懂事，现在我就想好好弥补。这场婆媳大战最终以和解收场。我也明白了，在婚姻和家庭中，一味的忍让换不来和平，只有勇敢的捍卫自己的底线，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而人心都是肉长的，再尖锐的矛盾也有可能被时间和真诚化解。后来，我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好，她经常跟小区里的老姐妹炫耀，我儿媳妇可好了，给我买这买那，比亲闺女还亲。听到这些话，我总会忍不住笑。曾经剑拔弩张的婆媳，如今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孩子慢慢长大，家里每天都充满欢声笑语。婆婆把孩子当成了宝贝，整天围着孩子转。看着她慈祥的笑容，我知道那些曾经的不愉快都已经成为了过去。生活还在继续，虽然未来可能还会有矛盾和挑战，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也懂得了如何经营家庭。而最重要的是，我收获了一个真正幸福的家。我叫吴庆梅，刚从奋斗了30多年的讲台上退下来，正准备迎接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活。养花、旅游、跳广场舞，想想都觉得美滋滋。可退休证还没捂热乎，儿媳妇夏颖一个电话就打碎了我的所有计划。他妈，也就是我亲家母，中风瘫痪了。夏颖理直气壮地要求我搬过去全权负责照顾，理由：妈，你闲着也是闲着，你不去谁去？我当场拒绝，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谁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他为了逼我就范，竟然能做出那种事。最终我不仅没去，还让他为自己的算计付出了代价。退休那天，阳光好得不像话，透过窗户，暖洋洋的洒在我的办公桌上。桌上那盆养了多年的绿萝，叶子绿得发亮，好像也在为我庆祝。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和老同事们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热闹的聚餐，大家举杯，说着祝福的话，也带着点对未来的期许和对过往的不舍。手机里不断涌入学生的祝福短信，一声声吴老师退休快乐，看得我眼眶有点湿润。30多年啊，粉笔灰染白了我的头发，也见证了我从青涩到成熟。现在终于是我自己的时间了。我计划着先去云南看看苍山洱海，再去趟江南水乡，圆了我年轻时的梦。回到家，老伴陈建国已经泡好了茶，见我回来，脸上笑开了花。怎么样，咱们的吴老师正式光荣下岗了？他接过我的包，语气里满是轻松。是啊，以后就是自由人了。我伸了个懒腰，感觉卸下了千斤重担。前半生为工作家庭当牛做马，后半生我只想为自己活一把。这要求很过分吗？我靠在沙发上，看着老伴，眼里闪着光。他也坐过来，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我都想好了，等你歇2天，咱们先去郊区钓鱼，然后去老年大学报个国画班，我陪你一起学。他握着我的手，掌心温暖。我们相视而笑，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叫做岁月静好的味道，仿佛未来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美丽画卷。就在这时，煞风景的电话铃声响了，是儿媳夏颖。我接起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喂，小颖。妈，忙什么呢？夏颖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带着点客套的甜。没忙，刚退休，在家歇着呢。哦，那恭喜妈了。她顿了一下，语气忽然沉重起来。妈，跟你说个事，我妈她昨天晚上突然中风，摔倒了，现在瘫痪了。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我心里一沉，忙问：怎么会这样？严重吗？现在在哪家医院？医生怎么说？我心里是真的替亲家母担心，毕竟也是亲戚，平时虽然不算特别亲近，但也还过得去。在市中心医院呢，医生说情况不太好，半身不遂，以后得长期卧床，需要人照顾。夏颖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确实挺着急。哎，怎么这么突然？那你们打算怎么办？需要帮忙联系医生，或者经济上需要支持吗？跟妈说。我本能的想着能帮上什么忙。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夏颖的声音再次响起，却完全变了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理所当然。妈，你看你现在也退休了，正好有时间。我爸身体也不好，前几年刚做了心脏支架，根本照顾不了。我呢，又要上班，请假也请不了几天，实在顾不过来。要不你搬到我家去，帮忙照顾我妈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人都愣住了，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刚才还暖意融融的心瞬间凉透了。我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心头窜起的火苗，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夏颖，你说什么？让我搬过去照顾你妈？对啊。夏颖的语气轻松的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妈，你反正也退休了，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发挥余热嘛。我们上班忙，实在没办法。我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声音也冷了下来。夏颖，照顾你妈妈是你们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你爸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主要责任人。你和你哥，或者你请护工，这才是正理。我刚退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安排和计划。我可以出钱，或者帮忙找个好护工，但我不可能全天候搬过去照顾他，这不合情理，我也不可能答应。妈，话不能这么说啊！夏颖立刻开始她的表演，语气变得委屈又带着指责。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你现在享清福了，拿着退休金逍遥自在了，我们年轻人还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你帮帮我们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了，请护工多贵啊，一个月好几千呢，而且哪有自家人照顾的放心？我妈肯定也更希望你去照顾她，毕竟知根知底，一家人。我心里冷笑，需要我付出的时候就是一家人，不需要的时候恨不得离我远远的。这种道德绑架的话术，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夏颖，一家人是没错，但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帮忙是情分，不是本分。我退休不是为了开启第二份免费保姆工作的，亲家母病了，我很同情，也愿意提供帮助。但这不代表我就得牺牲我的全部晚年生活去伺候他。请护工的钱，如果你们实在困难，我和你爸可以支援一部分，但这绝不是让我去当全职保姆的理由。我有我的界限，我的语气斩钉截铁，不留丝毫余地。我不是不通情理，但这种理所当然的甩锅，恕我不能接受。电话那头的夏颖显然没料到我态度如此坚决，
声音尖锐起来：“妈，你怎么能这么自私？我妈都这样了，你还只想着你自己？你有没有良心啊？”我有没有良心，我自己清楚，这件事没得商量。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胸口堵得慌，刚才的好心情荡然无存，只剩下被冒犯的愤怒和深深的失望。老伴看着我铁青的脸色，担忧的问：“怎么了？小颖说什么了？”我把事情一说，老伴也皱紧了眉头，叹了口气：“这孩子真是……”果然，夏颖的枕边风很快就吹到了我儿子陈磊那里。晚上，陈磊下班回来，脸色就不太对，欲言又止的蹭到我身边，搓着手，一副为难的样子。妈，他嗫嚅着开口，有话就说，我没什么好气，心里已经猜到他要说什么了。妈，小颖，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哭得挺伤心的。陈磊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他说他妈病得挺重，瘫在床上动不了，他爸身体也不好，他工作压力又大，实在是没办法了。你看能不能就当帮帮我们，过去搭把手，也不用你一直照顾。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带着恳求。我心里的失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看着儿子这副和稀泥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帮？怎么帮？是让我把我的退休金、我的时间、我规划好的生活全都赔进去帮吗？我声音陡然拔高。他有压力，难道我就没压力了？我刚从工作压力里解脱出来，就得跳进伺候瘫痪病人的坑里。她是独生女吗？她没有兄弟姐妹吗？她爸爸呢？心脏不好就什么都不用管了？法律规定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他自己不能请假轮流照顾，或者干脆请个专业的护工，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这个刚退休的老太婆身上？陈磊，你是她丈夫，赡养岳母你也有份责任，但不是让你把责任转嫁给你妈。我越说越气，指着他：儿子，妈不是不通情理，但帮和主责是两码事，谁生的谁养，谁娶的谁管，这道理几千年了，怎么到你们这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你得拎得清，别让你媳妇牵着鼻子走，也别想让我牺牲我的晚年来填你们的窟窿。陈磊被我一顿抢白，脸涨得通红，呐呐的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的说：妈，你别生气，我知道了，我再跟小颖说说，看她那样子，我知道这事儿没完。果然，夏颖见直接要求不行，立刻改变了策略。他不再直接提让我去照顾他妈的事，而是开始打温情牌和卖惨牌。隔三差五的，他就会给我打电话，嘘寒问暖一番后，总是不经意的提起：妈，最近公司项目忙死了，天天加班到深夜，回家还要想着我妈那边，真是心力交瘁。哎，昨天去看我妈了，她瘦了好多，躺在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真可怜。我爸也是，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昨天给他交代买点药，结果买错了，气得我真是没人能帮我分担一下。话里话外都是在暗示他多么不容易，多么需要帮助。与此同时，他在我们那个不大的家庭微信群里开始频繁的发一些亲家母的照片或小视频。照片上，亲家母面容憔悴，眼神空洞的望着天花板。视频里，他费力的想要抬手，却徒劳无功。夏颖总会配上一些引人同情的文字，比如看着妈妈这样，心都碎了，真希望有奇迹发生。一个人扛着，真的好累。我知道这是他的伎俩，想用这种方式给我施加心理压力，甚至可能想在亲戚面前营造一种婆婆冷漠无情的印象。哼，都是千年的狐狸，跟我玩什么聊斋？我选择冷处理。他的电话
能少接就少接，实在躲不过，接了也只是说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比如多注意身体辛苦了。对于群里的那些信息，我只看不回，或者偶尔回复一句多保重身体，还是请个专业的护工更稳妥，绝不多说一句，绝不表露出任何松口的迹象。想道德绑架我，先掂量自己那杆秤够不够重。见软的不行，夏颖终于撕下了温情的面具，开始来硬的了。那个周六的早上，我和老伴刚吃完早饭，准备去公园散散步，门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我打开门一看，愣住了。夏颖竟然带着我5岁的孙子站在门口，小家伙显然是被教唆了，一看到我就瘪着嘴开始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一边哭一边含糊不清地喊着：“奶奶，奶奶，去照顾外婆，呜呜呜，外婆好可怜。”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很大，立刻引来了对门和楼上楼下邻居的注意。几扇门悄悄打开，探出几个脑袋，对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夏颖站在旁边，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焦急和无奈，假意劝说着孩子：“宝宝乖，不哭不哭，奶奶不是不想去，奶奶只是……”他故意把话说一半，欲言又止，那表情仿佛在说：“看吧，不是我不孝顺，是我这个婆婆铁石心肠。”我心里疼得升起一股怒火，混杂着对孙子的心疼和被邻居围观的难堪。夏颖这一招太阴损了，拿孩子当枪使，利用邻居的舆论压力来逼我就范。我强压下怒火，弯腰把哭得抽噎的孙子抱进屋里，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乖孙不哭，奶奶在呢，不怕不怕。”等孩子情绪稍微稳定了些，我把他交给老伴，然后转身走到门口，脸色冰冷地看着夏颖。夏颖，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淬了冰。利用孩子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你想让我去照顾你妈，我明确告诉你，门都没有。以后别再带着孩子来我家门口演这种恶心人的戏码。这操作真是漏穿地心了。老伴陈建国也沉着脸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虽然没说话，但那不满的眼神足以说明他的态度。夏颖被我的气势镇住了，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大概没想到我会在邻居面前也这么不给他面子。他咬了咬嘴唇，强撑着说：“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只是带孩子来看看你，看我需要让孩子在门口哭着求我去照顾你妈妈。”我冷笑一声：“行了，别演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我退休前是教书育人的，脸皮早就练出来了，但良心和底线还在。不像某些人。”周围的邻居也看出了点门道，议论声小了下去。夏颖见状不妙，讨不到便宜，恨恨地瞪了我一眼，拉着还有些抽噎的孙子灰溜溜地走了。看着他狼狈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丝毫胜利的快感，只觉得一阵深深的悲哀和厌恶。利用孩子施压失败后，夏颖并没有消停，他开始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亲戚朋友间散布对我不利的言论。他把我拒绝去照顾他妈的事情添油加醋的歪曲了一番，说我不念及丝毫亲情，心肠冷硬如铁，眼睁睁看着亲家母躺在床上受苦，自己拿着丰厚的退休金却逍遥自在，连搭把手都不肯。甚至还编造说亲家母以前对我多么多么好，现在我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简直是忘恩负义。很快，一些不明真相或者和夏颖关系比较近的亲戚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做工作了。我说：“小梅啊，你现在退休了，时间也充裕，小颖那边确实困难，你就多担待点嘛，都是一家人。”
庆梅姐，不是我说你，庆家母病成那样，你怎么能不管呢？做人不能太自私了，要为孩子们想想。二婶，我听小颖说，哎，您就过去帮帮忙吧，不然他在外面被人戳脊梁骨，说我们老张家的人情薄。这些好心的劝说，话里话外都带着指责，仿佛我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甚至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在家族群里发一些含沙射影的感慨，说什么人心不古，世态炎凉。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怒和委屈，像是被人泼了一身脏水，有口难辩。我试图向几个关系还算不错的亲戚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强调我并非不愿帮忙，而是反对夏颖那种强制甩锅的态度，并且我愿意出钱请护工，但效果甚微。谣言就像长了翅膀，早已飞入了各家各户，先入为主的印象一旦形成，很难扭转。人言可畏，确实，一股被孤立的感觉悄然蔓延，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但想用唾沫淹死我，不好意思，我这辈子经历的风浪比他见过的水花都多。越是这样，我越是要挺直腰杆。就在我被这些谣言搅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亲家公，也就是夏颖的父亲，找上门来了。那天下午，门铃响了，我从猫眼里一看，是他。他手里拎着一篮看起来价格不菲的水果，脸上堆着略显僵硬的笑容。我打开门，客气地把他让进屋。亲家来了，快请坐。老伴也起身打了招呼，寒暄了几句家常，问了问亲家母的近况。亲家公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先是长吁短叹，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哎，我这心脏啊，医生说不能劳累，不能激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这心里头啊，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晚上都睡不好觉。接着他开始细数夏颖的不容易，小颖这孩子也是命苦，工作上正是关键时期，一点不敢放松，回家还要操心他妈的事。她一个女孩子家，又要上班又要顾家，压力太大了。我看她最近人都瘦了一圈，头发都掉了不少，铺垫的差不多了，她终于图穷匕现，话锋一转，目光恳切地看向我。亲家母啊，我知道让你去照顾他妈这事确实是为难你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本该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他顿了顿，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但是你看，咱们毕竟是一家人，血浓于水啊。他现在这个样子，身边没个贴心人怎么行？护工毕竟是外人，哪有自家人尽心？他呀，平时就念叨你，说你细心周到，最信任的肯定还是你，你就发发慈悲，受累帮帮忙，搭把手，我们全家上下都会感激你一辈子。他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仿佛真的是走投无路才来求我，但我心里明镜似的，这不过是换了种方式的施压，名为恳求，实则还是想把照顾瘫痪老伴这个烫手山芋甩给我。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并不急着回应。我看着他，平静地说，亲家公，你的心情我理解，亲家母病了，谁心里都不好受。小颖辛苦，我们做父母的也心疼，但是照顾亲家母这件事，原则不能变。我可以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或者帮忙一起寻找更可靠的专业护工，联系社区养老服务资源，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让我搬过去全天候照顾，恕我实在无能为力。我也有我的难处，我的身体也不像年轻时候了，刚退下来也想好好调养一下。我态度温和，但立场坚定，滴水不漏。亲家公大概没想到我油盐不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神也冷了下来。
他把水果篮往茶几上一放，语气也硬邦邦的透着威胁：“亲家母，话可不能说的这么绝，谁家还没个旦夕祸福？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求人？你今天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就不怕寒了孩子们的心？以后你怎么指望孩子们孝顺你？”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我啪的一声把茶杯顿在桌上，茶水溅出来几滴。我怎么做人，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豁然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因愤怒而微微颤抖。我还没老糊涂，分得清什么是情分，什么是本分。我该做的，能做的，我都说了。你们不愿意承担责任，却想把包袱甩给我，现在还反过来指责我绝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至于孩子孝不孝顺，我冷笑一声，那是看我这个当妈的平时怎么教育，怎么以身作则的，不是靠我去给别人当牛做马，牺牲自己的晚年幸福换来的。用这个来威胁我，真是笑话。我自己有退休金，有房子，有老伴，我需要靠牺牲自己去换那不确定的孝顺？你以为我是傻子吗？脑子瓦特了吧？老伴陈建国也站了起来，虽然没说话，但脸色铁青，默默地站在我身后，无声地表达着支持。亲家公被我对得哑口无言，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气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他大概从没被人这么不留情面的顶撞过，尤其还是被他认为应该逆来顺受的亲家母。他哼了一声，拿起外套，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门砰的一声关上，留下满室的寂静和尴尬。我气得浑身发抖，瘫坐在沙发上，感觉一阵天旋地转。亲家公走后，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身心俱疲。这件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简单的家庭内部矛盾了。夏颖和他父亲这一家子人处心积虑，步步紧逼，就是想把照顾瘫痪病人的重担，这个巨大的甩不掉的包袱，强行转嫁到我的身上。从道德绑架到利用孩子，再到亲家公上门威胁，他们的手段一次比一次恶劣。我意识到我不能再一个人硬扛了。晚上等家里彻底安静下来，我把老伴拉到书房，关上门，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把我这段时间所承受的所有委屈、愤怒、担忧，像倒豆子一样，一股脑的全都说了出来。从夏颖最初那个理直气壮的电话，到他在亲戚间散布的那些恶毒谣言，再到今天亲家公上门威胁，以及我对儿子陈磊和稀泥态度的失望，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软弱，是觉得太憋屈，太寒心。老伴陈建国一直沉默地听着，脸色越来越阴沉，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等我说完，他猛地一拍桌子，气得声音都发抖了。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这夏颖和他爹怎么能干出这种事？还有陈磊这个臭小子，我看他是被媳妇拿捏住了，连是非对错都分不清了。他看到我掉眼泪，连忙拿纸巾给我擦，语气里充满了愧疚和心疼。小梅啊，对不起，是我的错。这些天光顾着忙单位那点退休交接的破事，没太关注家里的情况，让你一个人受了这么多委屈。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你放心，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明天就找陈磊好好谈谈，必须让他给我挺直腰杆，承担起他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再让他这么稀里糊涂的纵容他媳妇胡闹下去。老伴儿终于不再隔岸观火了，他的态度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和力量。果然，有些事还得夫妻同心才能扛过去。一个人的战斗太累，有战友的感觉真好。第二天，陈建国果然说到做到，他把儿子陈磊叫回了家，关起门来，
进行了一场严厉的谈话。具体谈话内容我没有旁听，但从书房里断断续续传来的老伴严厉的训斥声，以及陈磊后来出来时那副垂头丧气、满脸通红又带着愧疚的表情，我知道老伴这次是动了真格。陈建国出来后告诉我，他狠狠批评了陈磊默许妻子胡闹，试图逃避责任，甚至把压力转嫁给我的行为，明确告诉他，赡养岳父母是他和夏颖以及亲家公的共同责任，绝对不能再以任何理由来骚扰我。他要求陈磊必须立刻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要么他自己请长假轮流照顾，要么马上请专业护工，要么跟他岳父好好商量分工。总之，这个责任他们必须自己扛起来。陈磊被他爸这么一顿训斥，估计也是吓到了，加上他心里对我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虽然内心可能还在摇摆，但至少不敢再公开站在夏颖那边替他说话了。他回家后，大概是把陈建国的意思原原本本的转达给了夏颖。夏颖得知一向不太管事的公公这次竟然也明确表态支持我，估计心里也有些发怵。毕竟，如果把公婆彻底得罪了，对他也没什么好处。于是，接下来几天，夏颖那边暂时消停了，他没再给我打电话，也没在群里发那些有的没的。陈磊给我打了个电话，含糊的表示他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让我别担心。表面上看，似乎风波暂时平息了，但我心里清楚，这很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以夏颖那种自私自利、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他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不甘心的样子，那双眼睛里肯定还藏着算计的刀光。呵，我可不信那小丫头片子会就此认输。我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而且是以一种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极其恶劣的方式。那天早上，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盘算着去早市买点新鲜蔬菜，刚换好鞋，伸手去开门，门一打开，我瞬间僵住了，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赫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的，竟然是坐在轮椅上的亲家母。她被人用一条旧毯子裹着，歪着脑袋靠在轮椅背上，眼神涣散，嘴角歪斜，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淌，身上散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着屎尿和药味的刺鼻气味。显然，他最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轮椅旁边还堆着几个鼓鼓囊囊的行李包，里面大概是他的衣物和日用品。夏颖和亲家公都不见踪影，只有这个瘫痪的、意识不清的老人，像一件被遗弃的旧家具，被孤零零地悄无声息地丢在了我的家门口。一股难以遏制的排山倒海般的愤怒瞬间席卷了我。这简直是流氓行径，是人干的事吗？他们怎么敢？怎么能做出这种毫无底线、丧尽天良的事情？我的手因为愤怒而剧烈的颤抖着。这边的动静很快引来了邻居。楼道里本来就回声大，加上亲家母喉咙里偶尔发出的无意识的呵呵声，几个邻居家的门都打开了。哎呦，吴老师，这是怎么了？这不是你亲家母吗？怎么在这儿？谁把老太太放这儿的啊？这天看着要下雨呢。邻居们围了上来，对着轮椅上的亲家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同情我的，也有不明真相，眼神带着探究和责备的。我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烧起来，不是羞愧，是极度的愤怒和难堪。我还没来得及从这巨大的震惊和愤怒中回过神来，思考该怎么办，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阵急促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很快2名警察走进了我们单元楼道。看到警察，
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过来，这是夏颖早就设计好的圈套。他不仅把他妈丢在我家门口，还事先报了警。果然，警察拨开围观的邻居，走到我面前，表情严肃地问道：“是吴庆梅女士吗？我们接到报警，说你遗弃老人，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几乎是同时，夏颖和他父亲也恰好出现了。夏颖一看到警察，立刻戏精附体，眼泪说来就来，扑到警察面前，哭哭啼啼的开始控诉：“警察同志，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我妈瘫痪了，我婆婆本来答应的好好的，说她退休了，可以帮忙照顾。我们好不容易把妈送过来，他竟然临时反悔，把我妈拒之门外，连家门都不让进。这大冷天的，我妈身体又不好，这不是要把我妈往死路上逼吗？”呜！亲家公也在一旁帮腔，捶胸顿足，满脸悲愤：“是啊，警察同志，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身体不好，小颖又要上班，家里实在周转不开。本想着亲家母退休了，能搭把手，谁知道他这么狠心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两人一唱一和，颠倒黑白，把自己包装成走投无路的受害者，把我描绘成一个冷血无情、言而无信的恶婆婆。周围的邻居们不明真相，听着他们的哭诉，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异样，窃窃私语声更大了。我气得浑身发抖，百口莫辩：“你们胡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照顾他？是你们把人偷偷丢在我家门口，还恶人先告状。”我试图辩解，但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在夏颖声泪俱下的表演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警察显然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但面对眼前瘫痪的老人和声泪俱下的家属，以及围观群众的压力，他们也只能先按程序办事。一名年长些的警察皱着眉头对我说：“吴女士，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现在老人这个情况，你先把他安顿好，有什么问题，我们稍后去派出所或者社区调解，总不能让老人家一直待在楼道里。好一招贼喊捉贼，好一招釜底抽薪。”夏颖这是算准了我爱面子，又顾忌邻居的眼光和警察的压力，想用这种方式制造既定事实，彻底搞臭我的名声，逼我就范啊！行，真是好样的！既然把事情做得这么绝，那就别怪我彻底撕破脸了。在警察和众多邻居的注视下，我确实不能真的把一个瘫痪的老人丢在门外不管，那不仅不人道，也正中夏颖下怀，坐实了他污蔑我的罪名。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几乎要爆炸的怒火和屈辱感，对身后的老伴说：“建国，搭把手，先把人弄进屋。”老伴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上前和我一起费力地将轮椅推进了家门。屋子里原本清爽的空气，立刻被亲家母身上那股难闻的气味和一种沉重的绝望感所污染。阳光似乎都被挡在了门外，整个家瞬间变得压抑起来。夏颖看到我们把人弄进了屋，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微笑，但稍纵即逝，他立刻换上那副假惺惺的带着感激的表情，走上前一步说：“妈，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就知道妈您最心疼我们了，真是太麻烦您了。我们……”说着，他就想拉着他爸转身离开，仿佛把人丢下，他的任务就完成了。等等！我猛地转身，拦在他们面前，声音冰冷刺骨：“人你们丢下了，拍拍屁股就想走？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今天这事必须当着警察同志和各位邻居的面给我说清楚。”说话间，我迅速拿出手机，
解锁，点开了录像功能，将镜头对准了夏颖和亲家公那两张惊愕的脸。你干什么？夏颖尖叫一声，下意识的想来抢我的手机。老伴陈建国一步上前，像一堵墙一样挡在了我和夏颖之间，眼神锐利如刀。你想干什么？亲家公也有些慌乱，色厉内荏的叫道：吴庆梅，你别太过分了，我们只是把人送过来，让你暂时照看一下，你这是什么态度？我的态度？我举着手机，镜头稳定的录着，声音清晰而冷静，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他们心上。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什么态度？趁我不在家，偷偷把一个瘫痪的病人丢在我家门口，然后立刻报警污蔑我遗弃老人。夏颖、亲家公，你们敢对着镜头，对着警察同志，对着各位邻居再说一遍，是我答应了要照顾，然后又反悔把人拒之门外的吗？你们敢发誓吗？我的目光扫过夏颖，扫过亲家公，最后落在那2名警察和周围脸色各异的邻居身上。警察同志，各位邻居，事情的真相是，我儿媳夏颖从我一退休开始，就3番5次要求我放弃我的退休生活，搬去她家，全权照顾她瘫痪的母亲。我明确拒绝了，提出可以出钱或者帮忙请护工，但她不同意。之后，她就用了各种手段逼迫我，包括唆使我孙子来哭闹，在亲戚间散布谣言，重伤我。今天更是做出了这种把病人直接丢弃在我家门口，并报警诬陷我的恶劣行径。我的话条理清晰，逻辑分明，语气虽然愤怒，但并不歇斯底里。夏颖和亲家公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眼神躲闪，显然是被我说中了要害，无从辩驳。夏颖还想狡辩几句，但看着我手机的镜头和周围邻居们渐渐变得鄙夷的目光，他张了张嘴，最终没说出话来。警察和邻居们也不是傻子，看到这情景，哪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几个刚才还对我指指点点的邻居，此刻都露出了然和同情的神色，看向夏颖父女的目光充满了不赞同。好了好了，警察见状出来打圆场，看来这里面确实有误会和矛盾。吴女士，你先冷静一下。这位夏女士，还有这位老先生，你们这样做确实不妥当。这样吧，都先冷静一下，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建议你们双方一起去我们派出所，或者联系社区调解委员会，坐下来好好谈谈，把老人的赡养问题协商清楚。夏颖和亲家公本想把人丢下就一走了之，现在被我当众揭穿，又被警察要求去调解，顿时骑虎难下，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脸色尴尬到了极点。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儿子陈磊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显然是接到了老伴的电话。妈，爸，小颖，爸，这是怎么了？他看到家门口这剑拔弩张的场景，瘫痪的丈母娘坐在客厅中央，还有警察和围观的邻居，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看看我，又看看夏颖，张了张嘴，似乎又想说什么和稀泥的话。妈，你看着，要不闭嘴！我厉声打断他，积压了许久的失望和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客厅里的亲家母，目光如炬地盯着陈磊，一字一句的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陈磊，今天这事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要么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你丈母娘接走，带回你自己的家，跟你媳妇、你岳父关起门来商量清楚到底谁负责照顾，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因为这事出现在我家门口。要么
我的声音更加冰冷，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咱们就法庭见。我不光要告你媳妇逼迫我、诬陷我，还要告你岳父遗弃，连带你这个做儿子、做丈夫的也一起告。告你未能尽到协调家庭矛盾、赡养长辈的责任，你自己选。陈磊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看看瘫坐在轮椅上的丈母娘，又看看愤怒的父母，再看看夏颖那副心虚却仍不肯服软的表情，终于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再和稀泥的地步。小颖，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陈磊声音发颤，带着几分质问。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再商量的吗？夏颖被丈夫当众质问，脸上有些挂不住，恼羞成怒地说：商量？怎么商量？你妈根本就不想管，我们都快被压垮了，我有什么办法？办法？你这叫办法？陈磊也来了火气，把人扔在我爸妈家门口，还报警诬陷，你这是违法的。两位警察对视一眼，年长的警察严肃地说：既然是家庭内部矛盾，现在当事人都在，咱们就先去派出所调解室，把事情彻底说清楚。要是涉嫌违法，我们也绝不姑息。一行人来到派出所调解室，夏颖和亲家公还想狡辩，但在我清晰的陈述和完整的手机录像证据面前，他们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警察调出小区监控，清楚地看到夏颖和亲家公把亲家母推到我家门口后匆匆离开的画面，真相大白。调解民警严肃地批评了夏颖和亲家公的行为，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你们这样恶意诬陷他人，不仅违背道德，还涉嫌违法。如果吴女士追究，你们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夏颖脸色煞白，开始有些慌了。亲家公也耷拉着脑袋，不敢再出声。这时，我平静地说：警察同志，看在他们是陈磊的妻子和岳父的份上，这次我可以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但我有几个条件。第一，从今天起，夏颖必须公开向我道歉，澄清事实，消除在亲戚朋友间造成的不良影响。第二，他们要自己承担起照顾亲家母的责任，不能再以任何理由骚扰我和我的家人。第三，以后我们两家保持距离，互不干涉。夏颖一听，急得跳起来：凭什么？你这是要断绝关系吗？我冷笑一声：不是我要断绝关系，是你们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我已经仁至义尽了。陈磊这次站在了我这边，他愧疚地看着我说：妈，是我对不起你，这些日子让你受委屈了，我会处理好这件事，以后不会再让你操心。转头又对夏颖说：小颖，就按我妈的意思办吧，我们确实做错了。夏颖见丈夫态度坚决，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只好不情不愿地低头道歉。亲家公也跟着说了几句认错的话。从派出所出来后，夏颖在家族群里发了长文道歉，澄清事实。那些之前听信谣言指责我的亲戚，纷纷给我发来消息，有的道歉，有的表示理解，还有的夸赞我有原则。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没想到1个月后，夏颖又找上门来。这次她没了之前的嚣张，脸上挂着讨好的笑，还提了不少礼品。妈，我错了，你大人有大量，再原谅我一次吧。夏颖低声下气地说：我妈现在病情加重，护工也不好找，我和我爸实在忙不过来，你看你能不能？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夏颖，我之前说的话算数，我们互不干涉，你要是真的孝顺，就自己想办法解决。夏颖见我态度坚决，突然换了副嘴脸，恶狠狠地说：吴庆梅，
你别太过分，你以为你躲得了吗？我告诉你，陈磊是我老公，他有义务照顾我妈，他做不到，我就天天去单位闹，让他丢工作。我气得浑身发抖，但很快冷静下来。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是王律师吗？我要咨询一下关于子女赡养岳父母的法律责任问题。夏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招，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个退休教师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继续说，王律师，我这里有详细的证据，证明我儿媳一家多次恶意骚扰、威胁我。我想知道，如果我起诉他们，胜诉的几率有多大？电话那头传来律师的声音：吴女士，根据你提供的情况，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只要证据确凿，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夏颖慌了，急忙说：妈，我开玩笑的，你别当真。我走，我自己想办法还不行吗？说完，他扔下礼品，狼狈的逃走了。从那以后，夏颖一家再也没来骚扰过我。我和老伴终于过上了平静的退休生活。我们去了云南，看了苍山洱海，游了江南水乡，感受了烟雨朦胧的诗意，环抱了老年大学的国画班，每天挥毫泼墨，生活充实又惬意。偶尔，我会在小区里遇到熟人，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我：吴老师，你真厉害，把那些想道德绑架你的人治得服服帖帖。我总是笑着说，不是我厉害，是每个人都应该守住自己的底线，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退休生活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换来的，谁也别想轻易夺走。